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猫哥。大家有发现Chanel它在7月1号又涨价了吗？我其实已经很久没有去买Chanel他们最经典的 Classic Flap 跟2.55的，但我那天就心血来潮，就上官网 check 了一下价钱，我真的觉得我有一种那种就倒吸一口气的感觉。你知道他们的 medium size 啊，已经涨到就是大概台币要24.2万多块的一个价钱了。这个价钱我个人觉得还蛮惊人的。基本上这个价钱呢，已经可以去买爱马仕他们家一些热门的包款，比方说大家可以看得到的就是 Mini Constant， 然后还有像 Lindy 26。那当然这几年大家抢破头非常想要拿的 Mini Lindy 啦，或者是 Mini Holy 的价钱，其实都是远低于24万的。其实也是因为Chanel这几年真的涨得比较多，所以其实这3年我唯一买过的Chanel包包，就是之前跟大家分享的那个Chanel Gabrielle 的新款。其实我已经蛮久没有买过Chanel的新款包包了，但我这2年其实又掉进了一个比较深的坑，一个就是爱马仕，然后跟另外一个就是Vintage Chanel。那其实为什么我会有这样的选择呢？其实基于2个原因。我自己其实是非常久的Chanel的粉丝，然后我买Chanel包包也是超过10年以上。那这几年我没有再花这么多钱去买它新包，最主要的原因有2个。第一个是因为它的价格带其实已经落到爱马仕的价格带了，但是实际上爱马仕的包包，我觉得它在工艺跟皮革的选择上，其实比Chanel再更好一些的。然后另外一个其实跟保值性有一点点相关，虽然说我本人没有这么 care 保值性，但我必须要说，我去年在断舍离的那段时间，我发现Chanel跟爱马仕的保值性其实差异性还蛮大的。爱马仕的包款嘛，如果你今天是比较热门的包款，然后特别是金汤色，原则上你要卖回去，然后收回大概80%以上的价钱，其实难度都不高。然后甚至一些特殊的款式，像是 Kelly Cut， 像那种基本上我还卖的比我原本的买价都还要高。可是Chanel，即便是它最经典的 Classic Flap，老实说，它的收购价大概也是落在4到7折之间 ，depends on 你的款式，然后还有 depends on 你的 condition。但你要说Chanel的包包要涨卖到它可以，就是你不赔钱，其实难度是非常高的，甚至我觉得连80%都有一定的难度。所以也因此呢，我就开始掉入了爱马仕跟Vintage Chanel 的深坑。那大家可能会非常好奇，Vintage Chanel 跟二手Chanel 有什么差异是什么？首先我要讲的是 Vintage Chanel 一定是二手Chanel，那唯一的差异其实是他们的年份。我们现在在讲的 Vintage Chanel， 一般大家讲的其实是1980或1990年之前。其实Chanel有一些非常隽永的设计，然后它可能现在也不再出了，所以就是有很多老粉就会去追当时的一些款式。那其实讲到 Vintage Chanel， 大家一定会想要知道 Vintage Chanel 跟近代款或是新款有什么差异。我觉得 Vintage Chanel 最大的差异其实就是它有很多金灿灿的元素，就像照片里面那个包包，他们的 logo 做的特别的大。所以如果今天你喜欢浮夸的东西，然后喜欢金灿灿的元素，我觉得 Vintage Chanel 就是你的首选。那另外一种呢是Chanel 他们家已经很久不做流苏的设计了，可是其实在早期的包款里面，他们很擅长做流苏的设计。它旁边尤其是相机包旁边都是做满那种流苏，然后再加上一些金色的配件，我个人觉得超级的好看。然后连链条都可以做到整条都是金链的这种链条。那 Vintage Chanel 里面其实有一些知名的包款，像大家应该都有看过戴妃包，就是戴安娜王妃背红的那只包。然后另外呢，其实应该也蛮多人看过爱心包，对，它就是照片里面水原希子，她就是背红的这只包，它也蛮特别，就是有那种怎么讲少女心爆棚的一个包款。然后但是在所有Vintage Chanel 里面，我个人最想买的其实是俄罗斯名媛 Dilma 背红的这只包包。Dilma 当年她就是背了这个小的一个背包，然后她就是穿了 Vintage Chanel 的衣服啦，还有一些别针，我觉得超级好看的。然后她背的其实是款式比较少的迷你款，然后这只包除了黑色的款式之外呢，其实也有金色跟银色。然后其实也有蛮多网红明星其实也都拥有这只包。那其实最有名的就是大陆的带货女星，就是杨幂。杨幂她很惊人她是一个Vintage Chanel 的那个狂粉，她这只包她竟然收了3个特殊色，就是电光蓝电光绿跟电光粉。我就觉得哇塞，真的是很惊人。
我个人其实非常想要拥有一只就是迷你款的银色包款。那如果真的不行的话，我希望可以退而求其次找到一个 condition 比较好的黑色包。所以现在非常的希望，就是怎么讲，就是未来如果国境再开门的话，有机会就是去日本的二手店找这只包。那其实除了这几只包之外呢，其实 Vintage Chanel 里面呢、它还有几只我觉得也算是蛮特别的包款，就是竹篮包。大家应该很少看过Chanel出竹篮包吧？其实它早期有一段时间出了一些竹篮包，而且是搭配牛仔的，其实也是超级好看的。那最后一只我想要提的包呢，就是意大利的博主，对，就是他手上的那只超级大的 Classic Flap， 大概是 Classic Flap 里面出过最大的一个款式。其实我觉得那只包的大小啊，你要拿去旅行，应该也都是没有问题的。那接下来就来看看我在2019年底的时候呢，带回来的是哪一只包？其实就是意大利博主的那个系列，其实很大吧，超级大的，而且你看它就是有标准的我刚刚提到的元素，超大、超浮夸的一个 logo， 但真的超好看的。大家看这个，就是细节上很好看。另外一个我觉得它做的很好看的是它的链条。是不是就金灿灿的超级好看的？那我给大家比一下差异。我手上的这只包啊，是一般我们 Classic Flap 的25，就是大家最常买那个4寸，是不是？它在它前面看起来就像个娃娃一样。然后我比一下链条的尺寸，大家可以看到没有？其实 Maxi 版的这个啊，真的是链条也是超粗超实在的。然后其实 Classic Flap 啊，其实出过7个 size， 我帮大家整理在旁边。这个是它最大的 size， 也是它停产的 size。这个包包其实是它的 Maxi Jumbo， 这边的长度啊，大概是我记得好像33公分、34公分之后，真的非常大。给大家看一下上身的样子，极大，有没有？就是整个真的超级大的。然后它其实是古时候的包啊，其实他们做的非常的细致。它的羊皮啊，其实这个包应该已经有30年之久吧。但是你可以看到它的羊皮虽然没那么蓬了，但是润滑度还是很高。然后它的细节部分啊，它后面有一个袋子。其实他们家的包后面都会做一个小袋子，可以放情书。但因为这个尺寸真的有够大，我觉得你就可以放就是可以放公文夹了，可能就是不只是情书。那我们看一下里面。然后上次有小伙伴有问我说，我怎么样保存我的包包？原则上我会建议大家在里面塞这种就是防潮纸。那好处是一边防潮，一边它可以保持你的包型。因为像这纸包其实是属于比较重、比较大的包，里面一定要塞防潮纸，不然包包会变形。然后大家可以看它里面就是它的标准的勃艮第的红色。然后呢，其实Chanel的老包啊，里面这里都有的会有雷标，然后跟保卡。然后这边其实大家可以看得到，就是 Chanel 他们家的一个 logo 在这边。那这只包我是在哪里买的呢？其实这只包是我要推荐的第一家店。这家店其实是在那个代官山，它叫黑地。对，就是它的那个店门，其实它做的非常的文青，我觉得有点像那种艺廊的感觉。然后当时我进去的时候，我没有马上看到这只包，我是先看到它的整面的主题墙。那白色的主题墙上面呢，就是很多圆圈圈，每一个圆圈圈都是一只包。那我觉得黑地他们家的特色是。他们家有非常多的基本款，所以它多数的包包啊都是属于黑色的。然后另外一个它的特色是，他们家不会对包包做一些后续的处理，就是俗称的 recolor， 这再染色。大家如果去买二手店买包包，要记得一件事情，就是如果你会建议就是你未来还有打算要转卖的话，千万不要买 recolor 的包包，因为 recolor 的包包。买了之后呢是没办法再转卖的，原因是因为他们没有办法鉴别这个包包的真伪，所以一般的二手店不收 recolor 的包包。那黑迪这家店的包包基本上通常都是没有 recolor 过的。然后另外呢是，这家店我觉得蛮有趣的是说，它是一家小店，然后但是它的价格其实比出乎意料，我想的就是还要更合理一些些。所以我觉得如果大家想要找的是基本款，这家店大家可以看看，然后它其实也有网站，其实蛮有趣的。那当时为什么我会买这只包呢？其实有几个原因，是因为我自己也是一个
vintage 粉啦，就Chanel粉。然后早期啊，我其实会 follow 一些明星的穿搭，像好莱坞的女明星 Rachel Zoe， 然后或 Austin Trims 啊、Nicole Richie 这些人。然后这纸包其实非常多好莱坞明星有买，那包含的就是 Victoria Beckham， 然后还有 Nicole Richie 都有一模一样的这纸包。然后其实 Rachel Zoe 也有一只这纸包，不过她有的是特别版的牛仔。我觉得那只也超好看的，而且其实牛仔版啊，杨幂也买了一只，杨幂买的是深色的，那 Rachel Zoe 买的是一个浅色的包款。然后后来其实我在这趟旅行的过程中啊，这纸包我不是只有在黑迪看到，我其实在日本的Chanel神店，就是 Amore。Amore 基本上大概是，如果你今天要看 Vintage Chanel， 你去 Amore 呢，就大概可以看到。最多的款式，我觉得应该要这样说，而且其实基本上它的 condition 是最好的。那Amore那家店啊，长得真的超级漂亮的，对，你进去看了就看到白墙，加上那个桃红色哈 pink 的Chanel墙。我那时候去，我觉得哇塞，就是你知道Chanel迷进去就快要爆炸了，就觉得啊，怎么这么多厉害的款式都在里面，所以就大家可以看到我当时拍的照片，就是真的是满满的Chanel啊，各式各样的包款都有。然后当时我印象最深刻是，我们一般看到这个款式大概就是一两纸包嘛，它是满满的一面墙，而且它很夸张的是，它什么材质、什么颜色都有大家看我当时有拍，它就有 Rachel Zoe 的那只就是牛仔包，然后它呢也有其他各式各样的颜色，包含彩色的啦，然后奶茶色的啦，非常的多款它都有。更惊人的是，它有 Duma 的特殊色系，我当时还看到了 Duma 的绿色系。但因为我最想要的不是电光绿啦，所以我就 pass 了那只包。但我个人觉得它款式真的非常多。但是 Amore 有一个缺点。我觉得，如果说你今天想要找的包款在别家店都没有找到，你就可以去 Amore 试试看。但如果你的包款是那种一般款，尤其是大家喜欢买黑色的，我就不建议大家在 Amore 买。原因是因为 Amore 的价钱非常非常的贵，它基本上会比一般二手店至少贵2到3成。特殊包款可能会更贵，但是就是我觉得这就是个取舍，他愿意卖那个贵的价钱，就是因为他知道别人没有。那他的地下间啊，其实是Chanel 的衣服。那其实它也有一些蛮有趣、蛮好看的衣服。我当时其实也是稍微去看了一下，那我一样把照片放在旁边给大家做参考。那其实这纸包啊，我后来有再去网络上看了一下它的款式，其实它真的蛮多的。我就参考 Amore 的官网啦，就是它有这个是小羊皮的嘛。那如果大家很怕刮伤的话，大家可以看荔枝皮的。然后它有各式各样的图案哦，有包含我现在手上的这种菱纹格的，然后它有山形纹的，然后有直条纹的，然后有各式各样的颜色。然后另外一个是我最近上 Amore 的官网看到它有一个很惊人的系列，就这个款式，但那纸包真的好不像Chanel，它是用英国的那种有一点像花园的庭园风的这种pattern， 就是那种布料做的这纸包，我觉得也是蛮有趣的啦，就给大家看一下这样子。那其实除了 Heidi 跟 Amore 之外，我那一次去还有一家店，我也觉得印象比较深刻。它也在另外那家店是在代官山，它叫 Layer， 它基本上那个它是在一个公寓里面的4楼，非常小一家店。然后那家店呢，我个人觉得我比较推荐的是他们家Chanel的 vintage 的饰品，然后还有vintage 的衣服。那它有一些蛮特别的款式，而且它的价格也是蛮 reasonable 的，所以那家店也算是一个我觉得不小心逛到，然后觉得还蛮有趣的一家店。那今天就简单的跟大家分享一下，就是我最巨大的一纸巨人包，然后也希望大家喜欢今天的内容。那如果大家有想要什么知道的，也可以留言给我，然后记得订阅哦。